小崽子，跑啊！赶紧告诉我你娘藏哪儿了！我不说，你们想抓我娘抵债，门都没有！娘，快跑啊！坏人来了！在那儿，我看见了，快追！导演，哎呦，这谁挖的坑？哎呦，我的腰啊！你们这些坏人活该掉进去！阿福，不用脏了你的手，陷阱自然会教训他们。阿福娘，你大壮打碎我们东西是事实，你们挖坑陷害，我们不服。阿福，人家不服呢，你说怎么办？哼，跟不讲理的人讲什么理？哎，今天娘教你，咱们凡事得以理服人。爬上来，带路去你们家，姐姐亲自给你们讲道理。不退反进。你使了什么妖法？妖法，中医点学懂不懂？阿福记住了，如果别人听不懂道理，咱们就让他安静下来慢慢听。走，去王家。娘，你刚才那招真厉害，我也要学。想学可以，但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和保护自己的，绝不可恃强凌弱，知道吗？阿福知道，我要保护娘亲和舅舅。这小兔崽子，穷归穷，脑子倒是灵光得很，三观也很正。有这样一个聪明儿子，这趟穿越也不算亏。这是那个疯婆娘，洗干净像仙女下凡一样。各位乡亲，赵二虎说我家大壮打碎了他家传家宝，要抓我们娘俩抵债。今天请大家做个见证，看看这传家宝到底是个什么稀罕物。赵二虎，把宝贝拿出来。放人！他力气太大，我说放人！把你们的传家宝端出来吧。这是我家祖上跟着大将军用过的御赐陶器，被大壮打碎了，少说得赔30两银子。若是正品，30两自然不在话下，就怕是个空有噱头的破烂。阿福，弄点稀泥巴来。各位看清楚了，这底下印的可是夏家窑的徽记。夏家窑不就是隔壁镇上3山前才开的那个烧猪油罐子的破窑吗？赵二虎，你拿2文钱的破烂讹诈我们30两，这在县衙可是敲诈勒索重罪。我错了，阿福娘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千万别报官啊！不报官可以，前天你们借着收租的名义强行抢走我家仅剩的1袋白面和3只老母鸡，今天当着全村的面，不仅得把东西原封不动的还回来，还要赔偿我家大壮的医药费。还东西！赵二虎这无赖就该被治治。娘，你今天太厉害了，原来对付坏人真的要靠智慧。我以后要多读书，用脑子把坏蛋都打败。这就对了，知识才是最强大的武器。这穷山僻壤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我非得在这片山头挖出金子来不可。天哪！这一山的松球，在古人眼里居然只是柴火。这剥出来的松子，可是现代人最爱的追居零食啊！第1桶金有了，阿福，这都是宝贝，把里面的松子炒出来香得很，能卖大钱。娘骗人，割掉牙了！这得炒熟了，剥壳吃。你这小馋猫，以为自己长了副铁牙齿呀？生松果那么硬，怎么能直接啃？娘，我是不是破相了？没有没有，咱们阿福还是最俊俏的小男子汉。大山啊，我们要发财啦！我们要吃肉包子啦！有趣。娘，好香啊！好了没？这50斤，咱们明天带去集市上卖，卖了钱，娘给你买肉包子吃。哦，去城里喽！村里人说，那堡里住着吃人的猛兽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有娘在，什么野兽都不敢来伤你。咱们阿福可是小男子汉。公子苏醒了，恭迎公子。娘，你背不动就让大壮舅舅背嘛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娘这是在锻炼身体。大壮舅舅，快来救命！
唉，这个家没我真不行。卖松子嘞，又香又脆，吃了嘴巴香喷喷的。叔叔婶婶，快来看呀！哟，这小娃真招人疼。这松子是啥玩意儿？大姐，这坚果营养丰富，您先免费尝尝。真香啊！小娘子，这几个铜钱1斤，给我来10斤。大婶，是30多个铜板1斤哟。哎呦喂，抢钱啊！30文！爸，谁买这玩意儿？在菜市场卖30文的零食，等于在菜市场卖奢侈品，定位全错。菜市场的人买不起，不代表没人买。走，娘带你去富人街闯天下。独家秘制开口笑松子，全城仅此一家。哟，哪儿来的绝色娘子？你手里的什么东西？好吃吗？这就是娘说的大主顾吧，欧阳少爷，您尝尝，吃了保准您天天想。这味道绝了！小福子，包10斤回去。这位爷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旁边借个秤。哎呦，你们居然揽到了欧阳家5少爷的生意，那可是城里排名前10的巨富。大姐，我买您一把秤，再来些油纸袋。你这小嘴真甜，婶子请你吃糖。娘，甜吗？我们赚到大钱了！走，买大肉包子去！娘，肉多少钱1斤？买肉回去自己包包子，是不是更划算？娘吃过了，你们吃。剩下的钱，娘带你们去割肉。娘，那个肥膘解馋。老板，来1斤半五花夹心肉，土生髓。好嘞，24文。古人嫌弃猪下水腥臭不肯吃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可是做现代暴力小吃绝味卤去的神级食材啊！发家致富的第2炮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老板，你这堆猪下水怎么卖？小娘子，这猪下水打理起来麻烦，你要是全包了，外加这5、6斤剔干净的扇子骨，我统共算你30文。小说里都说古代猪大肠白送，果然是骗人的。不过30文买这么一大堆，也是赚翻了。成交，老板，给我包起来。娘，这东西这么臭，咱们买它干嘛呀？还不如多买2斤肉呢。这叫投资。要是你以后算账算得好，娘就把这个家的财政大权交给你。真的，一言为定。哟，这不是阿福他娘吗？听说你们家穷的叮当响，怎么现在连狗都不理的臭下水也买回去当宝贝啦？大婶，我们凭本事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吃什么都是香的。倒是您，天天闲着没事儿，指着别人家的菜篮子，也不怕把自家的锅底烧穿了。哎呦喂，我的老肉啊！大婶您慢点儿，这路滑，心气儿太燥，可是要栽跟头的。阿福，咱们回家，做顿好的。娘，你敢皮嗖嗖的，太厉害了！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饺子呢。咱们今天的目标是鱼肉人生。哟哟，这香的呀，都在吃啥好东西呢？二娘在外面忙活一天了，正好饿了。你干嘛抢我的？赵二娘，大人抢小孩子的吃食，这脸皮够厚的呀。一个带孩子的寡妇，哪儿来这么多钱？怕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二嫂子真会说笑，我清清白白凭手艺赚钱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？有这眼红的功夫，不如回家多扫扫自己院子里的地。你少得意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张狂到几时！娘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咱们正好拿这事儿捏住大壮那个傻子，让他把赚来的钱和粮食全上交。就这么办。还有那个松子的生意，派咱们家的人全占了。这
这片山头被我们赵家包了，滚去别的地方。娘，他们抢我们的生意，我们的鱼肉人生没了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他们以为抢了松果就能发财，天真。走，娘带你去城里找更赚的营生。钱掌柜，你这绿豆糕皮是去了，但磨得太粗，糖也放得太死，腻人。我梁记是全城第一，有本事你找个比这好吃的来。3天后，我带一种你们绝对没吃过的点心来，如果好吃，我要你这铺面的一个摊位，利润我6你4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阿福，你看，只要用心，寻常食材也能做出人间至味。娘，太香了。香就多吃点儿。这小饼闻着香，多少钱一个？8文钱一个，2个15文。8文钱一个，你这小饼可真金贵，都够我去割半斤肉了。这位大哥，我们用的是上好的精白面，配上独家秘制的玫瑰区鲜花心儿，您愿意尝鲜个，保准觉得物有所值。我家大人闻到香味儿，派我来看看。这么贵，能好吃吗？外酥里嫩，甜而不腻，绝了！给我来6个。66大顺，盛会45文。我也来2个尝尝。给我留4个。娘，好多钱，我们赚了多少？一共900文。走，娘今天教你什么叫会花钱才会赚钱。老板，各来50斤。细盐2斤，粗盐5斤，5斤大肥挑，1斤夹心肉。哇，好多肉！老板，那堆下水和扇子骨我全包了。娘，一天花了700文了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再买日子没法过了。抠搜一辈子也是穷，钱花出去了，才能变成咱们身上的肉，变成我们以后赚大钱的钱本。走，回家娘给你做大肉包子去。娘亲，我们这是发财了吗？算是吧。我的老天爷，那是精白米和肥膘肉，这叶家傻子一家，这是去城里抢钱了吗？清河啊，听说你们在城里卖什么鲜花饼赚了大钱，都是一家人，把方子教教我们，大家一起发财嘛。赵胖婶儿，你家卖水晶蛋的独门秘方，愿意分享给我们吗？愿意的话，咱们就换。小娃子懂什么？那可是我家的命根子。合着你家的秘方是命根子，我家的饼子就得拿出来扶贫，脸多大呀！再敢来打秋风，我就把你们一家子连根拔了。不信你试试。叔叔，你没地方去吗？要不跟我回家吧？娘，我捡到一个好东西。你管这坨泥巴叫好东西？不行，来历不明的男人绝对不收。可是娘，看到他难受，我这里就好疼啊。去拿你大壮舅舅的衣服，让他洗洗，养好伤赶紧滚蛋。既然留下来，我们家不养闲人，以后地里的活、山上的活你包了。好，我叫叶无忧。大名没用，以后就叫你大春儿，接地气，好养活。清河啊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给你寻个好人家。刘婶儿，相亲可以，但我有10个条件：第一，人品端正；第二，要么有钱，要么长得极俊；第三，会识字；第四，会武功；第五，最重要一条，必须是阿福为己出。满足2条以上，再来排队。听说了吗？村头那个绝色寡妇发了10条招夫令，比皇帝选妃还严。绝了！这黄鳝粥一点腥味都没有，鲜得掉眉毛。李三多，小娘子太美，太能干，俺这等凡夫俗子配不上，告辞。大壮，把菜谱交出来！你要是不交出来，我就告诉全村人，你偷了我们家祖传的锅子来做饼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做生意！你撒谎，我不告诉你。我说这大傻子怎么魂不守舍的，原来是被赵老大威胁了，想白嫖我的配方。行，
姑奶奶送你一份大礼。大壮啊，想学配方是吧？来看好了，这鲜花饼之所以香，是因为加了一味奇药巴豆。巴豆虽然是泻药，但和野花中和就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最少得加半斤，懂吗？味道有点奇怪，是不是盐放多了？管他呢，白捡的，赶紧吃。哎呦，我这肚子！我的儿啊，当家的，快去请大夫啊！没钱，这是林清和那女人害的，拿上家伙找她要医药费。林清河，你这个最毒妇人心，故意下毒害我全家，赔我儿子的医药费来！我们赵家没你这种毒妇，今天必须拿钱出来治病，不然烧死你！我说巴豆是馅儿，你们就信？那我说你把脑袋拿下来修饰一下，再安回去会更好看，你照办吗？你就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我为什么故意说？还不是因为你深更半夜像贼一样趴在我家墙头上偷听，你想偷配方，自己加错料要翻了全家，现在跑来找我要医药费。各位乡亲，天底下有这种强盗逻辑吗？躲开！别再胡来！再敢踏进我院子半步，我便报官处置。娘，痛不痛？娘没事。看到你，我总有种看到他的错觉。无论何等绝境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。护卫长，回去吧。公子现在最不想见的就是你。英伯，让我进去，我能带二哥去找安公子寻解药。安公子当年九死一生去塞外寻药，若能回来，早回来了。公子将你逐出堡垒，是不想你陪着他一起死。走吧。就这样，二哥脾气变得暴躁，前些日子突然将我撵出了狼啸堡，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。所以你就一直在村里晃悠，等他气消？这大兄弟是不是傻？这明摆着是他二哥毒发将死，为了保全他，故意演戏把他赶走的啊！这妥妥的古言虐恋兄弟情剧本啊！行了，既然被赶出来了，以后就安心跟着我干事业吧。这尊玉摆件可是我家夫人花300两银子订的，你家这傻大个撞碎了，5天内交不出300两，就把这傻大个扭送见官。妹子，哥去卖苦力，哥还债。路这么宽，偏偏撞上，这局做得很精妙啊！行，300两，5天后我如数奉还。小娘子爽快，立字为据。到时候拿不出钱，你这如花似玉的人，可就是哥哥我的了。300两的巨债刚背上，村里的极品亲戚闻着味儿就来落井下石了。林清河，大壮打碎贵人玉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为了不连累赵氏一族，今天正式将大壮逐出宗族。你们开垦的地、住的这间茅屋都是赵家的，立刻交出来。就是交出房子，全当给族里做人情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逐出宗族，求之不得。但这房子和地是我按王法去衙门过了明路、盖了红印的私产。今天谁敢无视王法硬闯半步，咱们就去县太爷的大堂上断个明白。大壮，把门守好，我看谁敢带头做这抢劫的买卖。你疯了！我都说了二哥把我撵出来了，你还拉我来狼啸坊借钱？300两巨款，除了找你那个土豪二哥拉赞出，难不成真去卖身？放心，我是来谈一笔能改变天下的跨国大生意的。大妹子倒是真性情，听说你要找我谈生意。堡主商队遍布天下，可以让任何厨房小白瞬间变成大厨的浓汤宝，和保质期长达3年，能让将士商稿下饭如风的秘制香辣酱呢？有点意思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做顶级茶艺产业链，只要堡主肯投前期本钱，利润我分你40%。1000两，够不够？我的老天奶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霸总裁天使投资人吗？小鬼，你娘欠了我们赌坊30两银子，现在人跑没影了，
这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还不上，你就跟我回房里做10年苦工抵债吧。来人，带走！你胡说！我娘去镇上筹钱了，她绝不会丢下我的。哼，你娘一个弱女子能筹到30两，做梦去吧！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？你，这是连本带利的30两，把欠条给我，拿上钱，立刻从我家滚出去。原来是夫人发财了，好说好说。娘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娘不仅要你，还要让你过上全天下最好的日子，让那些看扁我们的人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着。这茶竟比镇上贵人家喝的还要清香，你哪儿来借的300两巨款？村长，我拉到了大老板的头，现在起我要在村里建作坊，满山的野辣椒，我1文钱1斤无限收，将来还要种茶树、建工厂。只要大家跟着我干，不出3年，我们就能在村里建起最好的村学，让全村的娃娃都能读书考状元。此话当真？能建村学？300两算什么？属于我林清河的古代商业帝国才刚刚拉开帷幕。阿福啊，婶子以前糊涂，这瓜子儿你拿着，让你娘也带婶子一起赚大钱呗。赵婶子，阿福肠胃弱，外头的东西吃不惯，您的好意心领了。至于赚钱，我林清河做事向来只规矩不讲人情。作坊过2日就要招工，婶子若是手脚麻利，守得住，大可凭本事来上工领赏钱。若还想攀亲带故讨巧，以后就不必开这个口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野猪做成肉酱，又能多赚100-200两。堡主，你这常年闷在堡里，是不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发出怪声，或者总觉得有人害你，极度社恐？你怎么知道？二哥他前阵子就是……这叫心理创伤应激障碍 PTSD， 加上轻微的行为失控，说白了，心病。多出来走走，别把自己当病人看。见的人多了，脱敏了就好了。林清河，只要你能治好我二哥，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，你要我也行。这可是猪下水，我们家公子金尊玉贵，怎么能吃这种污秽之物？爱吃不吃。公子，您……强叔，此等美味，你不吃是你的损失。我小时候曾被信任的人伤害过，父母却觉得我不懂事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1年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发现躲起来只会惩罚自己，所以我决定活在阳光下。我要用自己的本事，堂堂正正地赢回所有尊严，让那些曾经轻视我的人，再也无法左右我的人生。叶无忧，你这几天总是偷看我，你该不会是暗恋我吧？你胡说八道！谁会看上你这种没个正形，还带个拖油瓶的女人？这就好，你这颗嫩草，姐姐我可不想祸害，咱们还是当兄弟吧。老板，结账。想认字，若是这一趟我没发病，可以考虑收你和阿福做学生。先生在上，请受学生一拜。束修就用我每天的1日3餐抵了。滑头。娘，以后我考状元，当大官。娘不指望你当大官，官场勾心斗角，娘只希望你快乐健康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。昭远，家族如今腹背受敌，你若不能在朝堂上立足，咱们徐家100年的清誉便要毁于一旦。就因为长辈的期许成了枷锁，你就画地为牢了？徐昭远，真正的破局之道，不是自我毁灭，而是强大到能去重塑家族的未来。你连这点直面过的勇气都没有，不配做我和阿福的先生。存亡的重担全压在我身上，我若行差踏错半步，便是整个家族的罪人。我还懂什么？你昨晚对二哥说了什么？他要是……三弟，走。二哥，你没发病，你走出来了。谢谢你，清河。二哥，这里是你家族的地界，你真不去见见他们？不必了，我有新的牵挂了。娘，先生，我们去前面那家酒楼吃鱼好不好？好嘞，今天堡主买单。300两算什么？带着堡主大老板来宜城出差，本想带他吃顿好的，谁知道……哟，这不是徐家那个不中用的二公子吗？怎么被家族赶出来了？现在只能靠女人养着了？杨怀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
我当是谁在这乱废？原来是镇上那个只懂投机倒把的杨老板。我相公不仅有我养，还有徐家的机运。倒是你，听说你那几家铺子最近可是亏损的厉害，怎么还有闲心在这里逞口舌之快？你个乡野村妇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好狗不挡道，滚！徐昭远呢？小二送水，一开门就把我打晕了。二哥被掳走了，刚走。光天化日之下强掳良民，我已经报官了，衙役马上就到。大哥，怎么办？要是被抓去见官，可就完了。怕什么？先把他解决掉。我劝你们趁早滚回去告诉杨伟明，以后再敢动徐家人，我不仅让他进大牢，还要让他倾家荡产。二哥，这调料包看着黑乎乎的，没人买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厨房小白也能当神厨的秘制酱料。不信，现场演示。光我说没用，随便挑个人上来试。就这位白面书生，太好吃了！我竟然做出了比酒楼大厨还香的菜！给我来10倍料，给我来2桶辣酱，这配方绝了，我全包了。看到没？这叫降维打击。掌柜的，尝尝。没经过茶会品鉴，不代表不是好茶。好茶我全收了，但这价格我只能按2等茶给，而且以后你村里的茶只能让我独家代理。价格我同意，但独家代理不行。我身后是一个村的生计，我的目标是明年把这茶送进江南品鉴会，做成天下名茶。你若有诚意，今天就只是个开始。小娘子好气魄，下3受教，成交。小娘子，你相公长得可真俊，这胖娃娃求子荷包，买一个。大娘误会了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只是合伙做生意的。你要学认字，这玉佩就当是为师的见面礼。这太贵重了吧？我该回你什么礼？我的旧荷包磨破了，你亲手为我修一个吧，这是我们2人私底下的秘密。这病娇堡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撩了？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域商人留下的稀罕物，说是能在贫瘠之地种活，可惜我都放发芽了，也没人认得，卖不出去了。这东西坑坑洼洼，还长了芽，怕是不能食用了。老板，这几筐我全要了。这叫土豆，是亩产1000斤的神物。明年我要让小石头村的荒地长出金山银山。又扎手了！早知道绣荷包这么要命，我还不如去打10个野猪。小娘子，你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以后有钱了雇几10个绣娘，何必自己受这罪？对啊，我可是要成女首富的人，花钱外包不就行了？我不绣了。我的定情荷包怕是要泡汤了。村长，清河他们去宜城都30多天了，大家都在家里的墙上划道道数日子。第一批货到底卖的怎么样啊？要是砸了，今年大家可都没钱过年了。是啊，那些没眼力见的还在看笑话呢。马车，好多的马车，阿福他们回来了！乡亲们，货全卖空了，咱们村发大财了！乡亲们，这趟去宜城，咱们的辣椒酱和茶叶全卖光了。今天我林清河给大家发钱。老天爷啊，这抵得上我们家大半年的收成了。清河，你可是我们全村的福星啊！这学堂盖的是好，可我们家孩子又不是读书的料，这钱要是分给我们就好了。这学堂是给全村的孩子盖的，也是为了咱们村的长远发展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道理大家伙儿慢慢会明白的。清河，你之前说要给咱们村办村学的事儿，村长，这事儿您得感谢我身后这位大老板，他不仅全资赞助我们建学堂，还愿意亲自当我们村的教书先生。徐某别的要求没有，只希望诸位乡亲能善待清河母子。这鬼人看着这么年轻，怕是看上咱们清河了吧？婶子别乱点鸳鸯谱，人家是正经生意人。二哥，你老盯着这破屋顶看什么？清河，这屋子太破了，不安全，我出资把房子推了重建吧，建个大院子。不用不用，我现在还没打算修房子，太招摇了。你这趟赚了这么多钱，又买了那么多地，不怕村里的无赖惦记，修个大院子，我把狼啸堡的护卫和狼狗调过来给你看家。好耶，我们有大房子住了！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好心要给我修房子？因为我想搬过来和你们一起住，一个人在堡里，我怕黑。二哥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狼小宝怕黑，你这苦肉计用的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清河，天黑了，这林子里好安静，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护送你回堡。二公子，清风给您熬了药。这位姐姐，徐家的门槛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这堡里上上下下的事儿，可不是会做几顿饭就能管得明白的。这徐家堡的门槛高不高？但我这人向来只凭本事说话。既然我能让堡主满意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注意的言辞，林姑娘是我的贵客，岂容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玉姑娘，第一，我不是你们堡里的下人，别跟我摆主子的谱。第二，你想倒贴你家二公子是你的事儿，别跑我面前发骚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专治各种白莲花。二公子，您看他。强叔，送客，
以后狼啸堡不许闲杂人等入内。公子息怒，老朽这就带他走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老奴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饭。先生吃。你怎么了？救急犯了？我胃疼，清河，扶我出去走走。清河，我刚才你没开玩笑，修房子吧，让我搬过去。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，孤男寡女。那就不做孤男寡女。清河，我怕黑，怕孤单，我只想要你陪着我。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要命！这病娇大佬竟然对我打直球表白了！娘，先生把钱都上交了，你只要给他，这钱就全是咱们的了。小财迷，一边玩去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得赶紧给他安排个顶级相亲局。哎呦，这不是徐先生吗？真是巧了。来，这位是刘家千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徐公子，小女子有礼了。林清河，这就是你说的带我出来吃好吃的？先生，我娘说你晚上一个人怕黑太寂寞，特意给你找个师娘陪你睡觉。完了，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先生，我错了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插手你的私事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吃个果子消消气。既然知错，这果子你自己吃。真甜，先生买的果子就是甜。这个笨女人，她难道不知道我气的是她把我推给别人吗？东家，您来了，新到了一批古籍。去忙吧，我带她随便看看。这一城最大的书局是你的产业，你到底多有钱？你以为我每年赚的钱就只是放在狼啸堡里发霉的吗？救命！随便逛个街都能掉落首富马甲，这大腿我今天抱定了。万香梅，别不知好歹！你那几亩辣椒地，我出5两银子收，以示好意。再不松口，我便不再给你留情面。那地我已经和林姑娘定下契约，断然不会随意转卖给你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管老子的闲事？活腻了是不是？强买强卖，敲诈勒索，你这等做派是真把县衙的律法当榜式了。万掌柜的辣椒是我林清河定下的货。你敢打我？你给我等着！不过你最好先去打听打听，这镇上敢跟我林清河抢生意的都是什么下场？滚！清河啊，你可得小心，这商贩是镇上一霸，平时没少欺负人。婶子放心，这世道的规矩不是由恶人说了算的。我要用事实告诉全天下的人，女人绝对不比男人差。这些纸墨都给你，想画什么，想写什么，随你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白拿。作为回报，我教你一门新生意——小人书。如果我们印制这种坏本，绝对能风靡全城。好主意，由我的书局刻版发售，利润你我55分成。林清河，你今天害我得罪了刘家，这媒婆的差事我以后还怎么做？刘婶儿，今天是我对不住你，但你刚才说女人只能认命，我不信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在小石头村在整个宜城建立一个只属于女人的作坊，我要招女人采茶，招女人做香，指人当掌柜。我要让你们看看，只要女人兜里有钱，就不需要看任何男人的脸色。林娘子怕不是疯了？这种酸饲果子喂猪都不吃，她竟然花钱收？就是，大话说的震天响，还以为要干什么大买卖，原来是收破烂儿。在这个时代，信息差就是金钱。这些在村民眼里的酸涩废果，加上漫山遍野的野山椒，只要经过现代工艺发酵，就是风靡达官贵人的绝佳开胃泡菜。徐先生，您这字写的如行云流水，跟我这人一样好看，能不能劳烦您给我的包装提个字？清河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？要我再给您添点茶？何时想起来了？何时再来到找我提字？完了，答应他的荷包还没做。想我一个现代独立女性，搞商业帝国我在行，可原主这身体压根没留下半点刺绣技能啊！拼了！给，绝不嫌弃版荷包。这针脚如此均匀，这是你做的？这个才是我做的，太丑了，怕你带出去丢人。以后再敢骗我，定不理你，还不快来磨磨？老天爷，这墙里怎么有热水？这叫自来水，引得后山清泉。屋里还铺了地暖火炕，冬天光脚踩在地上都是热的。这小娘子的脑子里到底还藏着多少惊世骇俗的东西？身体才是本钱，以后凡是跟着我清河记干活的，工钱照发，肉管够。我们不仅要自己吃饱，还要带着整个小石头村一起发大财。清河，你说的那个用猪毛做牙刷的营生真能赚钱，我大郎快成亲了，急需本钱。
马婶，牙刷木质衣架的设计我都已技术入股，利润我只抽1成，你们出力，我出脑子，一起赚钱。林娘子，你那批水果泡菜扣除运费，赚了150两银票。几十两成本的烂果子，转手赚了150两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这出产的特产统统贴上清河记的招牌，我要让清河记成为大凤巢第一商户。公子，林娘子的商业头脑堪称奇才，他的眼界远不止这一个小山村。传令下去，商号准备全面扩大。可是公子，您堂堂少爷，过2天就要搬去林娘子家里住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上门女婿？你懂什么？公子那古怪的病，只有林娘子能治。再说了，林娘子貌美聪慧，还能赚钱，要成了咱们主母，产业不得翻倍啊！多嘴，备车，今日搬家。娘，我先生人长得好看，脾气又好，你赵阿福为什么不考虑我先生啊？以后这大院子，舅舅大壮娶了媳妇儿也有地方住。瞎说什么？那是先生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这宅子如此大，空置着确实可惜。我去帮先生整理房间。有劳清河了。今天听说村里的沈崇文为了霸占家里的祖产，又去万香梅的作坊里打闹事了。这世道，女人难道就非得依附男人，连守住自己的一点心血都要受这种搓磨？他们固然可怜，但他们未曾自己立起来。你与他们不同。徐昭远，总有一天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女人也能养家糊口。我们离开男人，一样可以活得光芒万丈。你如此灵动，充满野性，让我有种不将你牢牢抓在手心就会永远失去我的错觉。这辈子你休想逃开。不好了，沈崇文带了一群地痞去抢万香梅的货，万香梅拼死护着，被他们一把把推倒，撞在了石磨上，现在满头是血，只剩一口气了。今天的香膏试验先暂停。阿福，偷偷从后门塞给大妞，别声张。这烂摊子我不能明着插手，但不能眼睁看着孩子饿死。林大夫，这是哪里？实验室不是爆炸了吗？你们是在做实验吗？娘，你别吓大妞啊！娘，完了，魂都打丢了，连女儿都不认识了。实验室爆炸？难道他跟我一样是穿来的？大优，让我跟你娘单独说几句。别慌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是林清河，你若想活命，就收起你的惊恐。你也是穿来的，帮我！这王彪简直猪狗不如，把发妻打成这样。万香梅，你若还认命，你和这俩闺女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要跟他和离。王彪，你苛待妻女，不仅败光了家产，还想卖女儿抵债。今天当着乡亲们的面，你若不签这和离书，我们立刻去县衙击鼓鸣冤。签，我签。你个狠毒的婆娘！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既然换了心思，这大凤巢的规矩就由我们来改。娥姐，我和离了，身无分文，以后我就赖着你干活了。好，我出钱，你出力。开春我们就在城里开一家清河记香脂洗护铺，我负责生产，你负责门店管理，利润你我分成。我要赚尽这天下女人的钱，一言为定。多吃点儿，日后还要劳心劳力。大哥，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位就是清河娘子，这就是林清河，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人。猪舍在鱼塘上，粪便养鱼，这等奇思妙想，竟出自一个村妇之手。再给清河5年时间，他的商业帝国不仅会开遍京城，更能富甲天下。如今世道动荡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若由大哥你出面平定这乱世，还天下一个太平，清河的财力就是你最强的后盾。我这二弟实则在下一盘惊天大棋，他不仅在筹谋天下，更是找到了一个改变国运的女人。大壮哥空有一身力气，总不能在村里埋没一辈子。清河，若信得过我，让大壮跟着我大哥去军中历练，只要有良将引导，他必能成为战场上的不败战神，建功立业。好，我答应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清河记独家秘制嫩肤宝雪花膏，今日免费大派送，只要登记姓名住址就能免费拿一份。免费的，真能让脸变嫩。10天为限，无效砸我招牌。免费试用获取客户名单，这套现代美妆界的降维打击营销手段，放在大凤巢足以颠覆整个市场。徐先生，雪花膏只是敲门砖，要想真正打开高端市场，赚那些官太太的钱，我们需要一个极其有分量的活招牌。你认识什么有头有脸的夫人吗？县城夫人自然是首选，不过还有一个比她更合适，也更能引起轰动的人物。谁？徐先生，请自重。你还要装傻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是带着孩子的和离之人，不敢与你有过多牵扯。我徐昭远认定的同盟，
自然有资格与我并肩。外面明枪暗箭，防不胜防，我把你留在我视线之内，是怕你这棵摇钱树被人给毁了。林清河，既然上了我的船，这辈子我便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你孤军奋战。这味道绝了！林娘子，你费尽心思接近我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夫人爽快，我想要夫人成为我清河记的活招牌。凭我能让夫人重回20岁的巅峰容颜，让当年瞎了眼的负心汉追悔莫及。别急，我排了一晚上了，今天必须抢到嫩福宝。听说城西的赵小姐用了，不仅班退了，脸白的像剥了壳的鸡蛋，上门提亲的门槛都打破了。各位夫人小姐，今日限量派送100份，先到先得。在这个没有网络的时代，贵妇圈的口碑和饥饿营销就是最致命的商业武器。大凤朝的美妆界准备好迎接降维打击了吗？清河，你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这种养殖法一旦推向全国，足以改变国运。这还不够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饲料加工厂，提炼大豆蛋白、苦胆粉。半年内，我要让大凤一朝的百姓天天都能吃上肉。清河，有你是大凤朝之幸，亦是我徐昭远之幸。用力，上音，想想你女儿的嫁妆，用力啊！生了！恭喜慕容老爷是个9斤重的大胖小子。好，重重有赏！哈哈哈。昭远啊，徐家败了，全族流放，如今只能来投奔你了。远儿，娘来看你了。带去狼啸坊，关起来。京城离王谋反，徐家站错队，全族罢免抄家。老二，这群人虽然落魄，但绝大多数都识文断字。好极了！我的美容院正愁招不到有教养识字的美容师。这帮落难的徐家千金和丫鬟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高端服务人才。弟妹这算盘打得在京城都听见了。不过这群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能甘心伺候人？由不得他们挑剔。告诉他们，想在京城活下去，就得靠自己的双手。愿意学的，我给他们一口饭吃；不愿干的，大可出门讨饭，我绝不强留。在这世道，尊严是靠自己挣来的。娘，我饿，三哥怎么还不派人送饭？他是不是想饿死我们？报复！当年你为了让你亲生儿子袭爵，暗中调包了招远的保命央药，这件残害手足的歹毒事，你当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到了我的地盘，规矩只有一条：不干活没饭吃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徐家七小姐，就算饿死，我也绝不会碰这些下贱的纺织机。七小姐既然骨头硬，这肉汤自然是留给干了活的人补身子的。掌柜他说了，清河记不养闲人。您若想通了，明早纺织机前见。林清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你踩在脚下。好啊，只要你有本事站起来，林清河随时奉陪。就怕你永远只能仰望我，去其娇气，磨其心智。只有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不劳无获的道理，褪去那层世家千金的虚荣，这些受过良好教养的底蕴，才能真正脱胎换骨，成为我商业版图上的利刃。清河，我不想再等了。徐昭远，你这般模样，是想让我对你另眼相看？清河，当我的娘子，好不好？公子、夫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猪圈的骨粉和鱼粉饲料已经配好，现在猪长得极快。这还不够，继续招人，提炼大豆蛋白榨油。徐昭远，我要让你的商队去外藩，把所有的种子都给我带回来。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商业版图，我为你保驾护航。慕容姐姐，你这脸莫非是吃了仙丹？哪有什么仙丹，不过是去了趟嫩肤堡。妹妹若是想夺回县城大人的心，可得抓紧了。夫人，女人若不善待自己，青春便空耗了。给我办一张最贵的卡，20天净利润上千两。香梅，我们要扩大规模，大凤朝的贵妇圈已经被我彻底引爆。接下来我要玩一把更大的。我们要继续买奴隶，扩大店面吗？不，我要让徐家那些重获新生的女人们做我们的分销商，让他们拿着我的货去全国各地开分店。我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加盟网络，让大凤朝所有的钱都流进我清河记的口袋。我的清河注定是要站在高处的女人，
金矿算什么？他自己就是无价之宝。这破地方连块好玉都买不到，全被一对不知死活的男女截胡了，气死本小姐了！哪里来的小叫花子，敢碰本小姐的衣服？你这姑娘怎么如此霸道？她只是个孩子，不小心撞了你一下而已。闭嘴！这套衣服50两银子，你们这群低贱的泥腿子，卖了你们也赔不起！给我打！谁干的？原来是你这个劫了我玉石的女人，哼，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要干嘛？我可是小兰城杨家的大小姐，侯府贵亲。我问你，哪只手打的我儿子？放开我！是左手，我就用左手打了他。你能拿我？敢动我儿子，以前的人非死即残，今天姑奶奶留你一条狗命。滚！看见你一次，我打一次。你给我等着，欧阳家绝不会放过你。传我的话，掐断欧阳家所有的进货渠道。清河，我以前看不上种地，现在才发现，研究怎么提高产量，比赚100两银子还让人兴奋。强叔，你格局要打开。如果我们能研究出杂交水稻，让亩产翻倍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天下大功。到时候天家都会赐你光明门楣的牌匾。天家的夸奖。没错，只要研究出来，资金全力支持，我再个人加一份重赏。少爷，林娘子，徐家那帮人安置妥了。徐家那些刺头一开始还不肯配合，我便按您的吩咐断了他们的月钱补贴，只提供最基础的粗粮，由奢入俭难啊。那些老太太最难缠，你怎么搞定的？不听话就不给饭吃，关禁闭，等饿服了，我再告诉他们。只要去我们的教习司，给城里的土豪小姐们当礼仪嬷嬷，不仅有肉吃，还能拿抽成。现在那帮老太太为了赚钱，课上的比谁都积极。干得漂亮！我谁都不服就服你。连徐六那种娇姑娘，现在都在美容铺里抢着做工接待客人呢。婶儿，你教我们做的那些肥皂、麦芽糖，下乡卖疯了。这半年我们赚了快900两呢。行啊，翠花，既然生意这么好，猪场的饲料不够了。徐昭远，走，咱们明天进山去找一种高产的野生猪草。进山？那必须我贴身保护你才行。好啊，有堂堂徐大公子做护卫，我求之不得。娘，我的手废了，你去请御医啊！兰儿，全城的大夫都看过了，骨头全碎了，治不好了。你就安分待着吧，娘以后尽量给你寻个本分的庶子嫁了。庶子？我堂堂欧阳家嫡女，你要我嫁给一个低贱的庶子？你手都残了，还认不清现实吗？随你便吧。小姐，您别闹了，府里现在都传是因为您得罪了8成的大人物，才遭了报应。您打伤了人家小孩子。林清河，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我这辈子就算豁出一切，也要让你在京城一无所有，让你也尝尝跌落泥潭的滋味。祖母，兰儿知错了，兰儿已是残废，不指望好姻缘，但求祖母提前拨给我1000两嫁妆钱。你要做甚？兰儿要在外行商，我要凭自己在这世上争一口气。母亲，就依他吧，就算搏个生路。林清河，你等着，我欧阳兰儿哪怕断了一只手，也要用钱砸死你！兰儿，你这一走，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。若是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就回来。母亲放心，我带走这1500两，若不挣出个人样来，绝不姓欧阳。等我重回京城的那一天，曾经得罪过我、践踏过我的人，我要让他们100倍奉还，让他们永远只能在我的脚下仰望我。嬷嬷，真的是这里吗？王妃，老奴查得清清楚楚，当年那个被恶奴林素调包的世子就住在这个院子里，那个徐昭远就是您苦寻多年的亲生骨肉啊！太像王爷年轻的时候了。我的儿，娘终于找到你了，娘都没来得及给你取名字啊！夫人，您认错人了。世子爷，您可是福王府唯一的嫡子，当年是恶奴作祟，才让您流落民间。王妃这些年为了找您，眼睛都快哭瞎了呀！我只是个习惯了乡野生活的村夫，那些陈年旧事与我无关。昭远，你这是在怨娘吗？昭远，跟娘回京城，夫妇世子的无上尊荣，欧阳家的一切全都是你的。
多谢夫人厚爱，但我哪儿也不去。世子爷，外面的天地多宽广，您若是在这乡下，万一遇到权贵欺辱林娘子和孩子，您拿什么护得住他们？男人得有权势啊！如果需要权势，我会亲自去考取。我要用我自己打下的功名，给清河与阿福一个最安稳的未来。我离不开清河，还请王妃别打他的主意。你竟为了一个村妇，连王府的泼天富贵都不要了。其实你没必要为了我放弃那么多，回王府那是条平步青云的捷径。没有你，那些富贵一文不值。清河，我决定了，今年我就下场科考，我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做状元夫人。昭远，科考？昭远，既然你要考，那这天底下读书人的钱最好赚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帮我找近10年的历届考店来，还有那些名家大儒的点评。我要把这些整理成册，编纂一套科考真题与名家解析。权贵子弟有大儒教导，寒门学子却求学无门。咱们这套书不仅能造福天下寒门学子，也绝对是清河记的一座金山。天哪！历年真题还有名家押题解析，这简直是科考神作！一套才300文，殿下，给我来一套！我也要。这上面标注的干编纂者绝对是隐士大儒，有了他，我考中秀才指日可待。你看，读书人的钱是不是很好赚？我家娘子真是商业奇才。那接下来呢？试题集大卖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这天底下的钱，男人赚，女人花。昭远，下一步我要做大凤朝第一份女子周刊。女子周刊？对，把城里的八卦、护肤养颜的方子，还有最好看的话本小说全包了，让那些大门不出、二门不顾的深闺千金和夫人们，天天盼着我的周刊更新。我要让这天下女人的钱，也全都流进我清河记的口袋。林娘子，听说您要找耳报神，还得是长期的。没错，我要办一份全城精读的刊物，需要大量城中要闻、八卦、商铺动向。你们丐帮走街串巷，消息最灵，一条有效消息100文，长期录用，上不封顶。除此之外，我会专门派人教你丐帮兄弟认字。认字？娘子此话当真？若是能认字，我丐帮兄弟以后就不必讨饭了。跟着我干，不仅有饭吃，还要站着把钱挣了。李夫人，这是我们东家新出的大家读刊物，里面有城里新鲜事儿和美容秘方，您打发时间看看。哎呦，这连载的话本小说真有意思，还有这促睡眠的食疗方子等等，这上面居然还有商铺的广告位。若是我家的丝绸铺子登在上面，岂不是全城夫人都能看见？快给我订5份全年的！不，等等，管事在哪儿？我要买头版，这等好机会绝不能让对接的张家抢了去。东家，城里的商户为了下一期的广告位，已经快把门槛踏破了。好，让全城身居闺阁的小姐夫人们都来写文章赚稿费。我要让大凤朝的女人知道，不靠男人，咱们凭一杆笔也能养活自己。清河，你真是这世上最耀眼的存在。清河，大喜事！咱们后山那片秃山居然挖出了铜矿，朝廷要派人来开采，还要给咱们村修路啊！铜矿，这是块大肥肉。朝廷派了谁来监工？这破村子也就你家勉强能住人，这是500两，包下你这院子，好酒好菜伺候着。住可以，50两1个月包吃住，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家不养闲人，也不惯大爷脾气。哼，有意思，一个乡野村妇倒挺硬气。本公子就住这儿了。走，回那个林清河家，让他给咱们单做。算你这人识相，知道讨好本少爷，以后每顿饭都要这标准。各位公子，面吃完了，规矩得立。我收你们住宿费是行个方便，不是签了契给你们当专属厨娘。我每天有庞大的生意要打理，没空伺候几位大爷的口腹之欲。嫌粗鄙，现在就结账走人。你放肆！好锋利的爪牙！女人，最好你真有那个本事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不劳费心。乡亲们，大家想不想农闲的时候不仅有乐子看，还能赚大钱？清河咋赚呀？我要在咱们村组建一个大文娱歌舞团，排练小品、说唱、才艺。以后不仅自己乐呵，还能去城里大户人家接商演、跑堂会，让咱们村的姑娘小伙名扬百里，连说亲都比别人抢手。光说不练假把法。招远，配合我，给大达家来一段回娘家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背上还背着个胖娃娃呀。本期的清河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这辈子我彻底栽在他手里了。哼，唱的热闹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乡下过家家的乐子。林娘子，
有本事你弄出点连我们京城世家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啊！京城人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，行啊。今晚堂屋见，姑奶奶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，这叫大奉商战图。规矩教完了，今晚咱们不用银票，就拿各位名下的京城商铺经营权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少爷名下的铺子现在归我代管了。我不服！你一个乡野村妇，从哪儿弄来这么邪门的商道阵法？你肯定使诈了！人菜瘾还大，玩不起就别玩。林娘子，你这套经商法子若是放到京城，可是做金山，你就不怕自己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？强行逼你说出来！逼我？行啊，不过动手之前，你们最好先回京城打听打听“福王府”这3个字怎么写。福王府？难道那个徐昭远真的是传说中福王妃失散多年的世子爷？林娘子，昨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的商道我是彻底服了。以后您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这戏班子的生意，带我入一股，一起发财如何？好，太有意思了！一群泥腿子懂什么唱腔？上官，上来，给他们露一手京城的正宗戏法。乡亲们看见了吗？只要敢上台，就能挣真金白银。咱们不仅要在村里演，还要接外面的堂会、红白喜事。清河，咱们这戏班子得有个响亮的名字啊，叫喜盈门，多喜庆！好，为了好记又接斗起，咱们的戏班子正式定名为喜临门刮拉乐大剧团。宜城的科考号仪房条件极其艰苦，连考7天不会生火做热汤，脑子都被冻僵。记住了，这考试就是一场生存战。清河，你待我这般用心，我该如何回应？专心考试吧。先生，这叫蟾宫折桂和爱的么么哒。娘说了，这是给你加勇气的。等你考上状元，我就改口叫你爹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宜城，科考只是第一步，那里的商界也是时候让我清河记去搅弄一番风云。